截至今年5月，新加坡单周骨痛热症新增病例比前一周激增了超过 1.5 倍。看到祖屋楼下那些鲜红色的环境局警告横幅，很多朋友心里可能会有个巨大的问号。政府这几年不是一直在全岛大规模推广伊蚊绝育计划吗？有了这项号称全球领先的灭蚊黑科技，为什么骨痛热症还能卷土重来？甚至在一些原本被认为是安全区的社区，感染人数也在不断攀升。作为住在祖屋或者私宅里的普通家庭，到底怎么做才能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真正有效地保护家人？要解开病例激增的谜团，我们得先客观看看国家环境局的伊蚊绝育计划，也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 Project Wolbachia。 简单来说，这项计划的核心就是释放带有沃尔巴克氏菌的雄性伊蚊，去跟野外的雌蚊交配，让它们产下的卵无法孵化。大家完全可以放心，这不是坊间流传的什么基因改造或者变异实验，而是一项经过严格科学论证、非常成熟的生物工程。而且从过往的实际数据来看，它其实取得了非常惊人的成功。在那些已经部署了绝育蚊子的区域，野生埃及伊蚊的数量实打实地削减了 80%到90%， 当地居民感染骨痛热症的风险也随之大幅下降了 70% 以上。为了达成这个目标，新加坡甚至建立了一个高度自动化的蚊子繁育工厂，利用人工智能和精密的筛选技术，确保释放出去的都是不会咬人的雄蚊。到了今年底，这项计划的覆盖范围更是会全面扩大到全岛80万户家庭，像五级班让、蔡厝港等5个新区域也会陆续加入这个科技防疫网。在全球范围内，很多国家在尝试推广类似项目时，往往都遇到了规模化生产和精准投放的瓶颈，而新加坡凭借强大的政府执行力和充沛的资源投入，已经把它做成了智慧城市公共卫生治理的世界级标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既然技术这么有效，甚至可以说是我们防蚊战役里的王牌武器，为什么最近的病例数据还是在疯狂飙升？真正的变数其实并没有出在实验室里，而是藏在我们每天都能感受到的气温和天气里。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与愈演愈烈的厄尔尼诺效应，根据气象局的权威数据和最新的气候演变模型，持续的高温天气和异常频繁的阵雨正在直接改变伊蚊的生物学特征。对蚊子来说，气温的升高简直就是给它们的生命周期按下了疯狂的加速键。在正常的本地气温下，一只伊蚊从水里的卵发育到能够飞翔吸血的成虫，大约需要10到14天的时间。但在持续炎热的环境下，这个生长周期可以直接缩短到短短的7天左右。不仅如此，高温还会带来一个更致命的连锁反应，大大缩短骨痛热症病毒在蚊子体内的潜伏期。这意味着蚊子吸了带有病毒的血液之后，能在更短的时间内具备传染给下一个人的能力。这就形成了一个残酷且让人无奈的数学问题。虽然伊蚊绝育计划能消灭掉 80% 的蚊子，但剩下的那 20%， 在极端气候的强力催化下，繁殖速度和病毒传播效率都成倍增加了。特别是在新加坡这种热带雨林气候下，午后倾盆大雨过后，紧接着就是烈日当空的暴晒，不仅催生了大量温热的积水坑，也给蚊子提供了最完美的孵化床。有国际研究机构甚至悲观预测，如果气候持续变暖，未来几十年热带城市面临的病例增长压力将呈灾难性上升。并不是我们的灭蚊黑科技失效了，而是气候变化这个巨大的宏观变量，让整个城市防疫的成本和难度呈指数级上升。科技目前还无法完全抵消大自然环境巨变带来的降维打击。既然大环境短期内很难改变，我们是不是只能被动挨打？其实不然，因为防疫网络里最大的漏洞，往往就隐藏在我们自己每天生活的家里。除了宏观的气候因素，我们还得正视一个新加坡独有的微观现实。在高度密集的城市环境里，再先进的科技手段也是有其物理边界的。参考澳大利亚等早期使用这项技术的成功经验，那里的居住环境相对宽敞平坦，人口密度低，蚊子的滋生地很容易被定位并清理。但在新加坡，超过 80% 的人口居住在密集的高层组屋里，这种高度垂直的居住形态造就了成千上万个极其复杂的微观生态圈。
政府固然可以利用智慧传感器监测大环境，不断扩大绝育蚊子的释放范围，但环境局的稽查员不可能每天24小时盯着每一户人家走廊上的盆栽、晾衣孔或者厕所里的隐秘地漏。近期，环境局针对一些红色警戒区强化了突击稽查力度，结果依然在很多居民家中发现了大量的伊蚊滋生点。一个冷知识，只要有一个2毛钱硬币大小的积水处，就足够让雌性伊蚊产下上百枚卵。比如家里长久不用的马桶、厨房碗池底下的接水托盘、冷气机的滴水槽，甚至是在走廊上随手丢弃的一个空塑料盒，只要积了一丁点水，短短几天内就会变成蚊子的温床。如果大家心里都觉得反正政府有放绝育蚊子，有定期喷药，我就不用管了，这种过度的依赖心理反而会成为整个社区防疫网络里最致命的缺口。科技工程能帮我们大幅压低蚊子的整体基数，但真正决定你和家人会不会中招的，往往就是自家门前那盆没有倒干净水的富贵竹，或者是阳台角落里一个不起眼的死角。大家平时在家里或者走廊上最容易忽略的积水死角是哪里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实战经验，给其他朋友也提个醒。面对来势汹汹的骨痛热症，我们既要看到政府在科技治理上的前瞻性投入，也要清醒认识到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长期挑战。科技是保护我们的坚固盾牌，但每个人日常的警觉和行动，才是阻挡病毒入侵的最后一道护城河。对于我们普通家庭来说，最实在、成本最低也最有效的自保方式，依然是老生常谈但极其关键的灭蚊5步骤。不仅要定期倒掉花盆底盘的积水，还要记得彻底刷洗边缘，因为蚊卵可以附着在干燥表面长达几个月。勤翻转水桶，彻底疏通屋顶的盐槽。在一些阴暗潮湿、难以清理的死角，大家可以喷洒 BTI， 也就是苏云金芽孢杆菌。这种生物杀蚊剂对人体无害，但灭蚊幼虫的效果出奇的好。同时，强烈建议大家多留意环境局发布的社区红色警戒信息，一旦发现所在街区出现病例，立刻提前做好防蚊措施。在公共卫生面前没有旁观者，保护好自己的居住环境，不给蚊子留下任何繁衍机会，就是对家人最负责的保护，也是对社区最大的贡献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和家人有帮助，请一定记得点赞、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。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